两位请坐。大爷好，姑姑好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姑姑，谁是你姑姑？您是我姑姑。为什么？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根本是第一次见到你。因为我父亲曾经参加过您姐姐的婚礼，是，所以呢，我父亲就让我管您姐姐叫婶儿。你叫大 S 叫婶儿吗？对，你有亲口叫过他吗？在他面前？那没有，我没有说出口。所以如果今天坐我旁边那是大 S， 你出场的时候你会说婶儿吗？我也怕，我也怕。你如果出口那一集就不会录下去，因为你就不在了。已经结束了。对。那我现在改口，及时改口，改叫姐姐好吗？叫姐姐。姐姐好。对，麒麟先生，你今天带了一个朋友来。对，这是我的好哥哥。对，烧饼先生。哎，您客气。你叫烧饼是因为雀斑，你的雀斑呢？雀斑，这不是咱们组里边有妆化费用吗？对，就给盖住了。很好盖，一个一个盖的啊，一个一个，很费力的。对，跟刮腻子似的。啊，他们两个出来前，我们问了你的粉丝群啊，他们有个称号叫做诸葛钢铁啊，是，这是我在舞台上一个塑造的人物，我的女朋友。啊，他们当中有的人虽然爱你，可是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你本人。你们第一次见到本人的举手好吗？这么说。然后3年来之所以那么受欢迎，就是因为麒麟兄锻炼的外表非常的出色。你号称单身多久？为什么要号称？确实单身，也昨天吧。那没有。前天发生什么事了？前天听说今天有通告嘛，今儿就把他轰走了。没有，别想着，大概3年吧，3年。所以3年前谈过几次恋爱啊？谈过3次。最长的恋爱是多久？最长的吗？对，最长是7个月。那很短呢。就第一次最长，因为第一次是网恋。你是说没有遇到本人吗？遇到2、3次，不太多。然后什么事都没做？哪一次也什么都没有做。你谈恋爱谈了3次，都什么事都没做？没吃过饭呀，兄弟。吃饭吃，夹一筷子我嘴，这不得吃过吗？对，男女之间喂饭，这个喂饭就只是把筷子塞进你嘴里。没有，不要老问这种问题。令尊大人从来没有问过你这一题吗？我爸爸一般比较有溜。对，我们家就这个比较严格，不能乱聊天。对，因为我也不问他。我也不想听他的事 ，OK？ 哎呀，这个问题太尖锐了，上来没有一点客套。没有一点客套，然后就是面无表情，一点也不乐，两个人很正式的谈话。在这3次恋爱当中，都已经是瘦下来的了。没有，15开始，一直胖到19岁、20岁，突然胖起来。对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就是离开了校园，下海了，开始说相声了。为什么说相声会变胖啊？很粗鲁啊，因为我们好吃懒做呀。对，动嘴啊，身体不用动啊，这么聊天很开心啊。好，郭麒麟非常慷慨的让我们去拍他住的地方。你住的地方不是你买的房子？对，其实是我租的房子，因为我不是北京户口。纯粹是因为这个原因？是这样的，您可能没钱就说没钱的兄弟，这不丢人。是，23岁买不起房正常。可是你现在应该有一些钱了吧？没有。我在我家公司，我爸我妈也抽我钱的。你说你父亲以经纪公司的身份抽你的费用？他也是职员，我们是一个 level 的。对，一个级别。你为什么不开口说爸，你那么有钱，你就分一点给我啊？那算了，不着急。想说你在等什么啊？早晚有一天是他。真的？不是，我那意思，现在我还小。这个不孝子你。我现在还很小，所以我不是很着急，说我现在就要房，我现在就要什么。所以租房子你觉得无所谓吗？对，我很 OK。而且他不 OK， 因为他说他去租房子都要派朋友带他去看房子，他不愿意本人去看，对，怕被人家认出来是郭麒麟。但每次基本都能被人家认出来。所以你现在已经红到，就到哪别人都认得出你是谁。不是，这跟红不红没有什么太大关系，就是我的声音可能比较有辨识度，戴一个帽子，戴一个口罩，就已经裹得很严实了。但只要一说话，我说这个房子，他说，哎，您就是郭麒麟了。又不能说话，这可能他猜不出来。那令尊大人知道你在租吗？知道啊。
他是不是有觉得你这个孩子有骨气？没有，觉得我这孩子很讨厌，就是为什么要出去租房子？为什么不在家陪他？是你也可以选择在家陪他。对，但是因为他家实在住得太远了。有明星去过你家吗？没有。我算吗？哦，你是明星啊？有，对不起，很失礼，不好意思，我也失礼了，哥。我其实不是要问关于烧饼的事，我是要问，听说毛不易去过他家。哦，对，我去过毛不易家，他想上我家来，我没让他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家很乱，我怕他把我家也弄乱。哎，相声艺人的逻辑真的太奇妙了。因为他有一大帮室友，就是他合租啊。对啊，毛不易有室友。对啊，他和他明日之子的好哥们儿，然后都在一起住。总共几个人？我每次去都没有看到大家全员都在，每次看都不重样。对，每次看是轮流上场。对。进去会有一种男人的臭味吗？也还好，反正戴着口罩就还行。你刚讲的时候是有流楼向往的神情吗？好，我们要带大家去看郭麒麟先生的住处了。家中的物品很多，可是断舍离的方法很简单。第一步，开家，每期节目将会派出助理主持人潜入嘉宾家中进行物品大搜查。第二步，开聊，被带到现场的物品将由主持人和其主人一起还原它的奇妙身世。第三，开舍，每件物品将由主持人判定是否真正的被主人需要，不被需要的物品将会被放置到闲置转让平台进行公益活动。期间，物品主人有且仅有一次挽救心中挚爱的任性保留权。那么接下来，让我们来看看郭麒麟的家里有什么东西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麒麟哥的家门外，然后呢，马上就要进去了，现在内心有点激动。其实也没什么好激动的，因为是单身男性的家庭，应该只是脏乱差。而且呢，麒麟哥也是个相声演员嘛，里面根据我的猜测，应该就是红木地板、红木砖、红木，全是红木，好吗？5公里。让我们看一看他家里有什么吧。Let's go， 来到了国哥的家，真的很现代，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。哎，很干净。奶茶不止你没有想到，恐怕连大家也都没有想到，郭麒麟的家竟然会这么的简单。而单身男性的家，难道都会是这样吗？不禁让人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凄凉。我们有悄悄地调查过，女性关注单身男性的家庭最关心的区域呢，其实就是客厅。客厅，很好啊。对啊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后面，全部都是游戏机。哦。哎呦，少班主竟然有这么多款游戏机和游戏碟片，你不会是一边打游戏一边在家说相声吧？少班主啊，你花这么多时间在游戏上面，哪还有时间谈恋爱呀？再看看这，真的毫无升级的4盆植物。什么？哎呀，这窗边的这些盆栽是中毒了吗？少班主啊，你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的养它们呢？他真的不关心他们。哇，这片桌子跟他的植物一样没有升级，因为全部都是药。哎，这有病历本，直接看病历本吧。还有鼻炎、急性肠功能紊乱，还有什么啊？这是治牙的。哎，感觉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好的。少班主，你是得了什么病啊？你的身体是出了什么状况吗？生发钉，真气人。原来郭麒麟也有脱发的困扰，现在头发不会是偷直的吧？营养药，一个奇怪的软膏，寺庙丸，这是治疗痛风的药。少班主，你的痛风会不会和喝酒有关系啊？难不成是跟于谦老师一样喝酒喝多了吗？让人气愤。他连病历本都让你拍吗？对啊，那个病历本是剪辑出来看了只有2、3页，但我当时真的翻了很久，病真的很多，就是从上到下都有哎。所以你现在是全世界最知道他的病的人。倒也早就忘记了。你才23岁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其实看着病很多，其实都是各种小毛病。痛风很可怕哎。是有点可怕。您有吗？不是，我有听朋友讲说痛起来真的是想死。我以为看见病友了呢，我以为是，确实是。当时我浑身颤抖，但只犯过1次。而且那次其实我也不是说经常喝酒的人，那次我觉得是由多重因素共同造就的，而且确实体内这个嘌呤确实高，而且痛风是会一直发作的。是后来
就偶尔会感到有些疼，但是没有那天那么严重。对，令真大人有痛风，没有，也没有，你身体是不是比你爸还差？也要不怎么要老二呢？这玩意儿，抓紧要盖胎吧。23不能叫夭折了吧？没事，费点劲了啊！意外修的。因为你不是一直在等你爸吗？说要等他的钱，你这样我怕你等不到。我让头里等他的吧，也没有，反正这都是多种因素，而且他也不是什么大病。你看到今天我眼睛还稍微有点红，就我之前曾经得过结膜炎，然后现在可能又有点要复发的意思。就是我得的这些病，平时看不出来，只要这个免疫力一下降，然后它就都冒出来了。你们觉得是因为他没有人照顾吗？有关系吗？如果知道他生病的话，你们会冲去他家照顾他吗？不会。你们是真粉丝吗？我都应该说是的，我照顾他，我要嫁给他。会不会报警？你们现在知道他这么多病之后，还深爱他的人举手。好，还是你讲，还是有人性，会早一点得到财产。你干嘛把病历本放在桌上让我们拍？不是，我是怎么着呢？我没有刻意收拾，因为我都是比如去哪儿看病，看完回来我就都放在桌上，我可能放这儿，我就都堆满了，然后病历本也都搁那儿，我就没有收拾。就因为我桌上我家里没有什么需要去藏的东西，说千万不能让大家拍到的东西。可是单身男子的住处除了游戏之外，有一种休闲的东西完全没有拍到吗？走了，人走了。什么呀？休闲的东西。他家有粉色的拖鞋，粉色的拖鞋。哎，你拍了吗？你们应该有素材吧？啊。哇，哎，这真的有女士拖鞋，这真的是女士拖鞋，为什么？我觉得这个可以列为我们带回现场的东西，让他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女士拖鞋。所以粉色拖鞋是你穿的吗？不是，给助理穿的，给助理穿的。我助理脚太大。化妆师是当时我租这房子的时候，因为不是我出面嘛，是我经纪人出面帮我租的房子。然后我经纪人呢是个男的，他又非常懒，然后他有2个好姐妹。然后这2个好姐妹就上我家帮我收拾房间。然后呢，她来我家，因为我家没有女士拖鞋，然后她就自己带了一双，因为穿那个就这种鞋在家会踩脏嘛。然后带完她就没带好。然后以后如果说上我家串门来呢，也方便直接穿自己的了。这题好长。对，这么无聊的一个问题，你怎么可以解释这么久？不是，确实就是这个，因为不是我穿。哎，这么解释你就相信了吧？对，我们很恨我们自己，为什么要问这一题？请问你一天要吃多少颗药？我一天其实就不吃药，我得了病都是抹一抹，吃一吃，看快好了差不多我就不吃了，我就想不起来，我就懒了。然后稍微身体舒服一点就开始酗酒，是不是？不舒服也可以酗酒，不分有没有身体问题。你是会喝到真的断片吗？那倒不会，我不会喝断片了，所以不会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。对，你喝醉可以上台讲相声没有问题。那我师傅还行，我差一点。他行，我不行了。哦，对。你们上台前如果过于紧张，可不可以偷偷小喝一杯？不会啊，不会，真不喝，这是我们班规当中严令禁止的。但是下了台可以狂喝。对，你只要不耽误演出，其实你怎么喝都没人管你的。啊，我听过一个传闻说，你保持你的好朋友大概10个人左右，差不多，有时候甚至都没有那么多。然后好朋友来你家之后，只要坐了半小时，你就希望他们走。对，就是他们不来的时候，我好期盼着，哎呀，你们快来吧，快来有人陪我吧。然后到家待了一会儿，我觉得，哎呀，快走吧。为什么？就是感觉够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还要想话题跟他们聊很累？对，反正就觉得自己在家待着很自由，我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我可以说话，可以不说话。那你就不要叫人家来啊。不来我又很孤独。他刚搬出去那阵儿，家里就1个床，没有任何的家具，就是你来他们家就得躺炕上。你说连客厅的桌子、沙发都没有？他那阵儿说，反正就说家里就1张床，我有沙发，他不拍着他坐哪儿？他不坐沙发？原来嘛，原来也有沙发，原来有。而且不但没有椅子，也没有衣橱，哎，就是
是用那个衣架直接挂吗？不，是因为衣橱实在挂不下了，所以挂在外边了。哦，所以你衣服是多的啊？对，都在里面。他那个衣橱我觉得很小，然后基本都挂不开了，我才挂在外边。你去毛不易家是一起打游戏吗？不是，其实就是上他们家喝酒吃饭。然后聊什么？我们聊的太多了，就是什么天南海北，聊一聊工作，聊一聊艺术。这个看能不能挖掘出我作为想成为一个音乐人的梦想。我再看看他有没有相声梦。听说你跟毛不易想要开一档节目啊？对，我们就假象吧，花花万步。我假象。所以你们两个人是觉得很合得来，要主持？对，我们俩就是比较聊得来，然后呢也想，做一档这种类似于访谈也好，还是说上家串门也好，反正就类似于这么一个节目。所以你很想访问别人哦？就是很愿意和别人聊天。你没有啊？你不是30分钟之后就想要把人家赶走吗？所以我们节目就30分钟，时长都想好了，剪出来大概5分钟而已。我是前30分钟，后30分钟就毛不易来问，30分钟立刻对来宾生厌。对，说请你离开我们现场好不好？送客。你最近都在上声乐课，对不对？对，前一段时间。你是不是最近说有放弃相声呢？为什么要放弃？他半年来都在演戏嘛。啊，对，就是这半年没有相声表演。没有相声表演是因为没有人邀请，还是说你自己拒绝表演？首先是我这段时间就是上半年不太想太多的去表演相声，因为本身我们德云社相声演出非常非常多，然后我们何必自己跟自己去竞争去 PK 呢？你演戏的时候也是讲话这个声音吗？我演戏那就得看角色了。你可不可以用正常的语气？就把北方口音拿走的话，就比如说你要跟他讲说，小美，我真的深爱着你，可是不要用相声的口音说。可能我可能说话偏北京是吧？就是小美，我真的很爱你，是这意思吧？那不能这样，小美，像帮卡通配音的啊，小美，你不能这样。其实说话也就是正常，像人话一样的说，就都、OK。咱说都不是人话，我跟你说。那个烧饼，我可不可以听你讲一下？因为我觉得你讲话也是很相声啊，怎样？是要怎样？好，我们除了客厅也拍到了其他的部分，我们一起看。女性关注单身男性排名第2的区域，厨房。好干净哦！当当当，全是饮料，挺整齐的。酸奶、苏打水、草莓味的，很少女。哇，少班主这么大的冰箱，竟然只用来放各种饮料。哦，这还有辣椒，很多辣椒酱。哦，哎，这种好像是自制的辣椒酱。哇，这是长毛了吗？他很爱吃豆瓣酱，应该已经坏掉了吧？老干妈。哇，全是酱类。这个是什么时候？这也是17年，也已经过期了。17年也过期太久。唯一算得上菜的东西，7颗鸡蛋。我们看下面，再来。哦，哇，这层我发现了宝藏哎！红肠、腊肠、风干肠、粘豆包。香老师应该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吧？这是粘豆包，就是拿蒸锅蒸出来以后，它会黏黏的，然后非常好吃，给大家推荐一下。是像纳豆那种东西吗？这是东北的特产。哇，这么大的冰箱也没有什么可用的食材，哎，有的隔层还是空空的。少班主啊，你都不做饭的吗？但是你们现在往这看，我其实一进来我就很想说，1口、2口、3个，电饭煲、面包机、华夫饼机、锅，一排横扫过去全部都是锅，但是却没有任何的食材。这7个鸡蛋要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，真的很辛苦哎。对，哇，端午节的粽子。怎么了？太久了吗？这已经多少天了？哦，是有点久，好像你馊掉了。买这么多小家电放在厨房也不怎么用，也太浪费了吧？少班主，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？而且这只是表面的一层，它后面我再打开下面的柜子，都是锅吗？对，全部都是，就各种各样的电器。还是说其实你非常爱做菜？我非常喜欢收集这些个东西。收集锅子。收集各种家用电器，
收旧家电，包括吸尘器跟扫地机器人这些吗？对对对，我都有。就是我非常喜欢，非常憧憬智能生活。不会一个人的时候还会跟人工智能聊天吧？那我也太孤独了，我怕30分钟之后我让他走了，我指着扫地机器人，你给我走，上外面扫去。所以你现在心目中还有没收集到的，就是很先进梦幻的家梦幻电。家电吗？嗯，其实也有，比如说像净水器。我不喜欢这段访问，可以不要聊这个吗？你这个人真的很莫名其妙。什么叫做我喜欢净水器？这有什么好聊的？好，我要问那个过期的酱是怎么回事？那个酱吧，就是看那个豆瓣酱啊，那豆瓣酱其实是一个瓶儿。哎，你有发现他真的很喜欢解释？他每个事情都从头讲到尾。这真不赖他爱解释，真赖你们爱问。对呀，这个很简单，就是忘扔了，或者是又忘记了日期。他们是真爱问这些无聊的事。不是，你干嘛猛买酱料？你如果会忘记，它不是豆瓣酱，你们以为它是豆瓣酱，它不是豆瓣酱，它是豆瓣酱的瓶儿，里头是我姑姑给我做的炸酱。是我吗？我不是你姑姑吗？是我那个姑姑，有血亲的姑姑，亲姑姑是不是？奶茶，因为我们呢要帮他清理一下厨房，所以你是不是带了什么东西来？是锅子，我认为很没有用的东西。我认为它很有用，所以你可以明确叫出他们的名字吗？可以。它最上面那个锅是我最得意的，那是你发明的？不是我发明的，是我买的。那个是我打算拿它来那个吃火锅的，家用火锅。真的有吃火锅吗？有啊。要不怎么痛风的呢？对呀。好，讲一个你最对不起他的锅。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看一下啊。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蒸蛋器。对，蒸蛋器啊，它怎么了？蒸蛋器，因为我从来不拿它蒸蛋，不能蒸鱼，就只能蒸蛋啊。那没有那么小的鱼啊。不是，只能蒸蛋，这会不会太它里面自私啊就有一个位置，只能放一颗蛋是吗？二位主持人这么比我们都年长，不知道蒸蛋器是什么，需要我们俩孩子给您普及。没有必要吧？什么锅子都可以蒸蛋，你为什么要买一个只能蒸蛋的锅子啊？就是因为它是卡在里面，它不会跑。我一看，哇，它只能蒸蛋。这 totally 是一个废物哎。还好，其实还好。好，现在请 S 帮我们决定要走还是要留。我决定，我非常憧憬智能生活。它最上面那个锅是我最得意的，我从来不拿它蒸蛋。走。这些锅子当中，你是全部都想要帮他淘汰？不要，还是你想要淘汰其中某一个？我看那个蒸蛋机真的非常不顺眼。小饼有解释，它不会跑。其实你放在很多地方蛋都不会跑。算了，这题我们就不要多聊了。我觉得微波炉要留给他哎，微波炉要留给他。他如果是不煮菜的人，他可以买那些微波食物。但其实微波炉没事儿，我这微波炉有残次，这4个腿有一腿不稳，这微波炉老所以是一个残缺的微波炉啊。我买了之后，我也没想到是这样的。所以要让他走吗？别走了。旁边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是咖啡机吗？那个？对。哦，咖啡机应该常用吧？每天早上起床会自己弄咖啡，是不是？我今天本来想用的，但是你们拿到这儿来了。我是每次有通告啊，要工作之前喝一杯，但是我今天在找，只要是他如果没被打扫的话，你每天都自己弄一杯咖啡，用这个机器。工作时候我是拿它当中药喝。一定对这些东西的意见如何？我觉得蒸蛋器，还有那个微波炉，还有烤面包机，实在不需要。所以有3个电器是吗？对，不是这个可以后着吧吗？好，我们看到在来宾的前面呢，也有一个灯。如果他一定要把徐熙娣所选择要拿去咸鱼的这些物品给留下的话呢，他可以按上那个灯。不过他只能够使用1次这个。他要是给我微波炉弄坏了怎么办？本来就坏掉了、啊。所以你要把这个宝贵的机会留给这些电器吗？还是先让他们走？
是这样的 ，S 姐可以扔我仨东西，我只能保留一个，是吧？而且不是这一批哦，是等一下的也算在里面。我们还拿了别的东西来。还有啊？不是，那先等等吧。是霸王条款。而且我劝你现在先不要用到这一次，因为等一下有很了不起的东西。等一下可能有你更珍贵的东西，因为你爸等一下会出现。我爸坐不进那车。好，刚才我们看到麒麟的家里面一个人住的模样，那你自己对于择偶的标准跟令尊对你择偶的标准有没有差很多？其实我爸对我择偶还真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。现在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赶紧、快结婚。你才23呢。我师傅想50岁抱孙子。好，所以你的择偶标准也是随便吗？你心里一个那个有没有明确的那个想象？明确的想象，因为这东西它没有办法具象化，就是说我一定要找什么样的，它完全是在乎于运气。所以你今天来的这10位粉丝代表里面，谁最靠近？都别这么期待的看着我。现在没有这3个小家电还愿意嫁给我吗？更愿意，我告诉你。我买了补给他们。哎，如果那个女生是完全不听相声的，而且讨厌相声的，可以吗？很好啊，太好了。我们倒希望找一这。这说明是完全就认可我的人格魅力，和我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。请问相声是可以现在 cue 你一段，你就可以讲一小段的吗？不是，其实也不是，我们都需要准备的。我们看似是即兴表演，其实都是有固定台词的。哎，我听到传言说有一首王菲的歌，你唱起来非常非常好听啊。执迷不悔。哦，就算了吧，以为他们要 Q 你相声，结果 Q 了段歌。其实现场来段相声也行。所以如果他唱的那么好听的话，我们一定是不要让他唱了。我一猜就是。他哪一首歌唱最差？好下面啊，真的要听啊。这一幅扇面画的北京城，北京城来实在威风啊！里九外七皇城4啊，九门八殿一口钟，三宫六院画朝廷，文武官员列摆西东啊，就这意思吧。唱得很好啊！你们怎么说他唱不好？很好啊！哦，这是一个民间小曲儿，我当时就第一次唱是11年、12年的时候，我当时很小，然后在舞台上，对，我不敢唱，因为我在舞台上很少唱，然后当时还是一个很大的场面，然后大家都看着我，让我唱，我就一下就不行了，但还是坚持把它唱完了，不像我们其他演员，有的直接就不行了。所以你刚刚那样算扳回一城了吧？也就那样吧，因为这调我就不太喜欢，我一直不爱唱，就是我觉得不好听。你是不是很想唱执迷不悔？这一幅扇面画的执迷不悔呀。我们要继续看郭麒麟的家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一个人生活要用这么多餐具？真的好精致哦！哇，全是筷子。天哪，囤积了这么多的一次性筷子，好浪费啊！少班主，你囤积这么多筷子要做什么呢？少班主，你还是赶快来解释一下吧。我觉得应该是叫外卖会累积很多筷子，是不是？可是这很不环保哎。是这样的，因为我点外卖吧，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多点一点，因为我是这个菜想吃，那个菜想吃，我可能都吃不完，但是我就都要尝一尝。2个人可能就得点3个人的量，3个人就点5个人的量。那你想3个人只能用3双筷子，点5个人的量他就给5双筷子，就久而久之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我一开始也没有这个意识，但我现在我就每次下单的时候都选择那个无需餐具，对，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买了能够重复使用的筷子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浪费的人哎。有吗？而且你就是吃不完的东西，你点那么多，那食物不就浪费掉了吗？姑姑在训话了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而且药你也不好好吃，药都浪费了。对啊，你这样痛风怎么会完全性的根治？这浪费就浪费了，不用把药都吞下去，拌饭吃。为了怕浪费，哎呀，本来都好了，算了，这还有半瓶，来，干了，别糟践了。来茶。
筷子有来吗？都带来了。啊，OK， 来出场吧。全部都是，其实是一小把，我那个抽屉啊，装满一抽屉就拿回家一次。所以这还只是小部分而已，是不是？第3抽屉了。你这样子真的给你妈添麻烦哎。还好啦，因为我师傅家人也多。对，哦，用得上。可是你觉得郭德纲老师请吃饭会拿这个筷子吗？啊会，真的假的？那就拿出来大家伙用嘛。如果放着的话就浪费了。嗯。好，所以这个请你按钮吧。自己也买了能够重复使用的筷子。郭德纲老师请吃饭会拿这个筷子吗？啊会。好 ，S 宣布这个也要上咸鱼车。烧饼，你觉得郭麒麟是一个省钱的人吗？省钱啊，可抠了。抠在哪儿？我们每个人都抠。没有啊，我出去请别人吃饭从来不抠啊，是不是哥？你别犹豫，你别犹豫。现在也挣钱了，原来不挣钱的时候，我们基本上出门就没有让师弟结过账。对，做我哥哥是不是？你从几岁开始家里面会给你零花钱？家里不给零花钱。然后呢，我爸我妈不给，我也不好意思要。啊，然后就一直这么坚持到我参加工作。那你小时候没赚钱的时候，他不给你零花钱，你怎么过生活？就过年的压岁钱呀。但是压岁钱一年收个10来万。我交的都什么朋友啊？这都是上哪儿认识这么些大款去我？可是大家冲着你父亲的面子，就会给你很多压岁钱吧？对，那确实是。那就很好啊，你就分配着用，对吧？对，所以我父母就通过看给我压岁钱多少，决定这个朋友好不好。他们会问吗？我会主动说。就是如果收到太大笔了，你会觉得有义务要报告爸爸知道。太大笔就不说了，太少了会报告。这都什么？所以你目前收过最少的红包是大概多少啊？最少的红包啊，那很早了，那会儿就十几块钱可能。谁给的呀？是名人吗？不是，就是我们师兄弟儿啊。那会儿确实有的师哥也不赚钱，那会儿其实大家都没什么钱，比较大方，这给你个300、500的，人家确实没钱，但也看也不好意思，也得给，凑凑合合的就。所以说在德云社工作很难啊，没有钱就给你啊。所以他现在走进德云社，大家称呼他什么？有的跟他关系一般的，就管他叫少爷。少爷。我们从小一块长起来就是琳琳、大林，所以我们影片里面称他为少班主，没有人这么称呼吗？没有人叫少班主，没有，对，谁说？因为现在俩少班主了。对对。哎，对你现在他有弟弟，你有一个弟弟了耶。对对对。所以你现在有人要跟你竞争了耶。他们净挑唆这种问题。不会了，没有了，我这不现在攒了这么些东西，都让你们给我捐了。对，而且弟弟比你小19岁。对。他15年生人，我16，我06、96，所以他青春茂盛的时候你就已经老了耶。还好吧，19岁，他青春茂盛，我也才不到40。所以你跟他怎么相处啊？没啥相处，因为现在不住在一起嘛，有时候回家就串着门。你是因为他才不愿意住在一起的吗？也不是，我是因为我爸住确实太远，影响我的社交。所以那时候不是他一出生你就搬出去了吗？他15年出生，我17年才搬出去的。所以还是忍了2年。对，我实在是没忍住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你当时说要搬出去，难道不怕爸爸误会说你是？这是一个调解节目吗？这是一个家庭访问调解节目。不是，你现在原谅不原谅你爸爸？好，这棍儿一打开，我爸站着来抱我。父子相认，郭德纲今天被 Q 了好多次。哎呀，我问你啊，你第一次知道有弟弟这件事情是谁告诉你这个消息的？是有一次我和爷爷奶奶在一起，然后就是我们一家子，我爸、我妈、我爷爷、我奶奶，我们5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爸说的。所以你爸说的语气是哪一种？很兴奋，还是说有点小心翼翼，怕你受伤？那个就是，你看我模仿一下我爸当时那个动作，就这样说，然后就这样说出来就，然后爷爷奶奶很高兴。他不是得意的吗？那怎么？
那你当时怎么反应？立刻拍桌离场吧。没有，也没有。当时就是啊，我也觉得就是啊，是吗？哦，这样啊。但是凳子都捏碎了，是不是？越坐越矮，越坐越矮。你总得说一个太好了吧？哦，我说啊，好事，挺好。那你有买东西送给你是弟弟吗？弟弟，买了，但是没用过。是转过年来，然后我妈过生日，我就想送我妈什么东西好呢？然后呢，我就有师兄弟出主意说，你不如给你弟弟买一个，因为现在你妈刚生完孩子，肯定重心都放在孩子身上，你不如给你弟买一个，就也算是给你妈买了。我就给我弟买了一个那个，算是小摇篮那种的，就因为他很小嘛，刚出生2、3个月，其实那个应该拿到这儿来，家里现在没用。对，就是一个小摇篮，然后它是电动的，然后这个摇篮能在这儿晃，对，在这儿晃。当然也没有说能一直晃得那么剧烈，那可能是诚心的憋坏。如果是你送的，大风车，你看嘛，他自己心里有在想这些事情啊。我们都没问。加一个电击，哈，死亡飞车，喝死亡飞车，我去你的吧！吐奶啊！好不容易订到一个，让妈妈开关开了以后，这不能用，赶快收到旁边去。没有，就买了这一个，然后呢，就一直放在家里的地下室吃灰。所以弟弟现在已经会讲话了吧？会讲话，会报警了都，会叫人了，什么玩意儿都？快把我哥带走，背进来。好，我们看看还拍到了什么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厕所，就是像我们跳舞的人，很多时候我们编舞会在哪儿编呢？厕所，是认真的在马桶上。我觉得麒麟哥应该会在这个马桶上想出很多段子，我们的创作来源可能都是在这个马桶上。不过他这个是……天哪，邵班主，你那个小凳子到底是来做什么的呢？不会是什么高端新产品吧？还是你有什么隐情呢？哎，他的洗漱台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，东西还蛮多的。哇哦，没想到邵班主是一个精致的猪猪男孩呢。它这里面东西真的很全，爽肤水、洗面奶、刮胡刀、剃毛器。哎，不是，但是它这里面东西真的很全，但有个很恐怖的事情，就为什么没有牙刷呀？怎么可能？可是你的牙刷上哪儿去呢？哎，邵班主，你是靠嘴吃饭的呢，不刷牙不怕会吓到观众吗？我们真的找不到牙刷吗？我那天不是出门了吗？我是一个电动牙刷，我现在到哪儿我都习惯自己带牙刷，因为我用别的我怕把我牙龈那个捅坏了。你牙龈也不好。对，别问了，看到我这人就该扔了，是吧？都烂了。你搁那闲置车上，我跟你说，我坐上。怎么可能问出这题来？因为牙周病也是很难受的啊。对，最近这也是找不着对象的一个原因啊。所以你不用的锅子那么多个，你用的牙刷却只买了一个。电动牙刷还买6个吗？好多刷头其实是。OK。所以你是随身携带，只要吃完饭就刷牙，是不是？那倒也不是，就晚上睡觉前刷牙。除了，好像保养品都挺正常的，对吧？里面有很奢华的东西吗？还是都是最基本的？很全面吧。像剃毛器这种东西我是没有。是剃鼻毛还是？对，剃鼻毛。他家客厅其实也有一个剃毛器在。也是剃鼻毛吗？对，也是剃鼻毛的。因为病历本里写了有鼻炎啊，所以可能需要注意一下。那是客用的。给客人规矩太大，客人来家里一边聊天一边剃鼻毛吗？来下来，什么规矩这都是。所以剃鼻毛是怕上台被看见。应该是。其实原来也不怕，但现在吧，就好多人拿那个镜头照得太清，特别近。所以你是有看过有露鼻毛的照片在网络上，是不是？不是通过那个看，就身边人说，哎，我就是比如说我们俩这个距离，哎，你看现在就已经说来就这样了。然后我觉得可能有点多，所以你们两个都是很 care 鼻毛，不要就是外露的人，对不对？我还好，随便露，别太不好听，哪有这样的人啊？这儿编俩辫子出门，二龙吐须了，好家伙，跟胡子编一块。好，我们看看还拍到了什么。嘿，这是一个储藏间，储藏间好大哦。
哇哦，终于来到少班主的储藏间，可是这也太干净了吧！娃娃，好想知道是哪位田螺姑娘来打扫的呢？让我们来看看储藏间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吧。它有很多电子设备，就有光、三脚架、做直播吗？镜头，这边。男孩子房间里有娃娃，它不只是娃娃，它是故事，它是一段回忆，它是一首歌。这边更夸张，看一柜子的书，而且你们这么看看不出什么蹊跷，你们要从这边开始看。爸爸调色板都是一些很萌的名字，然后你再往这边看，就开始到初高中文化水平了。《暮光之城》《西游记》《唐诗300首》《宋诗300首》都是我们初高中看的书，然后再往这边看。更高深了，鲁迅全集、莎士比亚全集、老舍全集，但是全是没拆封的。所以干嘛在这当壁画用吗？哦，好书啊！康康老师的情商课，大家多多了解一下，多多支持康是他替我带去的吗？好，哎，他真的买了很多重复的书，哎，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也是同样的，他买了3本。哎，他同一本书会买2本，《演员力量》也是啊。为什么同一本书要买这么多本？难道是要送给不同的女生吗？哎，等，演员的力量，少班主是真的不打算说相声，要去演戏了吗？我们再来看看这边这个衣柜，哇，这真太酷了，长袍，哇，长袍马。少班主的大褂真的是色彩缤纷呢，真不愧是我们的德云大小姐。下面的话看一下。咦，这个抽屉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醒目？说相声的家伙事儿放在储藏间，少班主，你真的是不打算再说相声的吗？哎，这个快板怎么会有名字呢？奶茶，你好像发现什么不得了的秘密了。少班主，你还是赶快来解释一下吧。终于拍到了相声界的东西。是，我以为你们上台的袍子的颜色有分辈分，跟就是舍得与不舍得有关系啊。就比如我舍得花，我就想怎么做怎么做。如果你的长辈穿黑色，你穿鲜黄色，你这样不就是太抢眼了吗？都无所谓的。所以你跟前辈上台的时候，两个人不会互相打量今天穿什么。我们可以提前去商量一下，其实会尽量选择就是颜色能配一点、靠一点的，其实会好一点。那如果讲好就是颜色配一点，可是后来你事后加了很多亮片在上面，哦，是吧？我缠一圈 LED 灯，可以用华丽的纹路吗？龙纹啊什么？可以啊，但其实这样是不利于你表演的，因为你只靠嘴，我没有服装，没有道具，你再穿一个抢眼的衣服，那观众更老注意你这衣服了，你说什么其实他都不在意。对，那些颜色鲜艳的你很少穿。原来穿的可能多一点，现在少了。而且那个柜子是我大褂当中的一小部分，是我现在还能穿的。我原来有很多我胖的时候的，我小的时候的大褂我都叠起来放在其他柜子上。所以你们不会觉得自己穿了大褂之后变得比较帅吗？但大褂确实帮相声演员加了不少分啊，加了不少分，因为它能够遮住你身材上的一些个弱点。那你们何须要减肥呢？是因为实在遮不住了，遮不住啊！对呀，大褂不擦脸盖呀！啊，对，我给你看他们这一团减肥的成果。OK， 好。哦，这是你吗？以前长这样，对，是我。所以你们见过他这个时候吗？那个时候还没喜欢他吧 ？No。你真的很现实哎，你们那时候已经讲相声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从10年开始讲，这大概是我13年、14年。你有没有变瘦？你的相声的表演方式是一样的。对。那观众群有因为你变瘦而增加吗？有。所以你的减肥方法是健康的吧？就还算健康吧，反正起码吃的得少一点。看看。我这有点过分了，有点，就是有点黑照了，有点，照着稍微好看一点，知道吗？你们俩胖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哎。你们对胖子觉得都一样吗？就是都是就是单眼皮这样，对啊。你刚才是不是同一个人嘛？我不是在笑吗？可是长得一个笑一个不笑而已啊。而且他摆出那种就是也是男偶像。没有啦，因为他来我们节目以后一直在笑，可是拍照的时候他们会摆出一些忧伤的样子啊，偶像的表情啊。啊，所以你可不可以嘴唇微张，摆一个不开心的样子出来？假装你在拍时尚大片儿。不行，你眼神没有灵魂。
可能因为看的跟摄像师不一样吧。看到 S 姐实在是没有办法专注。就是我就想这个讨好一下 S 姐。哦，一会儿就少问我点尖锐问题，是不是？尖锐问题也差不多了啦。对，那烧饼要不要来个时尚大片的表情？那是刚出狱吧？愣 Q 我。我的观众都是这个，因为我变瘦了之后，逐渐在减少，那怎么办？让观众变少嘞？所以该结婚就结婚吧。你们相声的 opening 是有固定的吗？这是第一句要讲什么？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，上来得客气客气嘛。观众给你鼓完掌，你就得客气。今天又到我们哥俩给您表演了，所以一出场大家一定会给掌声。因为我们毕竟也演了这么多年了，大家伙儿都万一是一个初次上台的人呢，大家都不认得，礼貌会是礼貌性的。啊，奶茶，你有带来了什么？有把他的醒目给带过来。好，我想见识一下，麻烦你。这个徐熙娣见过本人吗？没有。这是别人可以随便乱摸的吗？可以，没关系。所以醒目就是用在哪里啊？各位示范一下，就敲嘛，就是在台上。其实拿法都没有特定的要求，说一定要这么拿也没有，就是为了起到一个压言的作用。是在演出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就是大家可能刚进场，还没有冷静下来，可能头里说几句定场诗什么的，然后到最后拍一下，哎呦，别没坏了。我觉得我们节目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，大家晚安。啊，对，可以。就你爱什么时候敲就什么时候敲。对，也可以老敲。天呀，我们呀，这个节目啊，为什么弄这么多块呢？所以一个人大概只要2块就够了吧？哎，其实没有都可以，没有都可以。烧饼，你有几个？我有一个我师傅给我的，然后自己还偷偷的做了2个。你偷偷做干嘛？我万一要有徒弟呢？我也得给我徒弟啊。你想要离开你师傅了吗？这是一个传承，就是，我拜我师傅的时候，师傅是需要给这几样东西，作为一个回礼。你刚刚讲那句话，你师傅听到会不会不高兴？不会啊。真的不会不高兴自己的徒弟？你在想他的徒弟了吗？他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不高兴。这一期节目有好多点，他不会在乎这一个点的。他有别，我们刚刚有别的事情，他会不高兴吗？哪个事儿都拿他孩子电话都挑唆人家家庭关系。对呀，研究家产研究1期了，真的。这个上面有一个锅字，对，这是我爸给我的。所以你们都有。我那个不是锅子，郭门弟子，我那是。所以只有亲儿子才能够拿锅字，怎么办？你很羡慕吧？你没有。这有什么可羡慕的？我爸该不高兴了。他有一个烧字在那上面。所以他有2个锅字。就是，哎，你干嘛把你弟弟的拿过来啊？不是我弟弟的，我真没抢，是我爸就顺手给我一个，后面有写是弟弟。真的吗？当然假的。对不对？不能。这个就明确的，这好厉害哦。对，这不是相声当中用的，因为这上面刻着我妈的名字。对，王慧。对，这是我母亲的名字，这是我母亲用的古板。你爸爸跟你妈妈认识是因为在表演的时候？对，在演出的时候，当时我很疑惑，因为我妈年轻时很漂亮。当年我师娘比我师傅要红，所以就觉得说怎么会爱上你爸，是不是？他很会。对，就是我爸很会。你怎么知道你爸很会？我就觉得，就我妈当时条件那么好，然后我爸都能，是吧？你有问他细节吗？我不好意思问他也不会告诉我的。妈妈有讲过吗？也没有。好像那阵儿我小时候做过一个节目，师傅说过，我师娘那阵儿爱吃巧克力，就老给她送巧克力，然后去台湾演出，然后就老打电话，然后就这么长时间的攻破啊，巧克力越吃这个越胖，越吃越胖，越吃竞争对手越少。哎，对。
就是投其所好。我觉得这句话也很危险呢，可以吗？我就圆回来了，投其所好。所以现在妈妈还爱爸爸吗？爱呀，这个问题问的，我觉得我不应该回答这个问题。这题很可怕，你怎么会想到这一题啊？这题好可怕。我好可怕这个节目啊，真的，我东西都不要了，我全捐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问我了。不光是拆散了我们德云社的家庭，还拆散了我们德云社这公司。完了，从内部瓦解了。所以，只要不是爸爸给的醒目，都可以不要吧？其实是要用也不差这一块，对吧？对，确实也是。我自己都想拿一个，够刚好多一个，你可以选一个，拿走。我拿有锅的可以吗？可以，没事。这期别让我爸看就行，没事。那这个我拿走了。好吧，那您就留念吧，要想起我跟我爸哦。回家好解释吗？你好说吗？先生问的时候，我去郭德纲家拿这么一块醒目回来，这是伴手礼。然后先生问你去郭德纲他们家干什么了？去问问他们夫妻是不是还相爱？你还爱你丈夫吗？所以我们讲好了，就是没有刻锅字的，我们就送给今天来的诸葛钢铁们，好吧？可以啊。对，没有帮你们争取到别的，争取到一块醒目。可是这个很值得保留吧？这个会量产的，放心吧。你爸在家里会感伤的讲这种什么我的事业要交给你了，或者是什么我现在要退休了，会讲这种话吗？有时候会。最近他才不到50但他就觉得不太想这么像之前那么拼了。然后最近就总是有意无意的要跟我提一提公司管理啊，然后你得努力啊，如何这方面的。我感觉可能是最近我们德云社发展的每一个人都是比较有名气了，崭露头角了，比较放心，现在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，他也比较想休息休息。他还会介意徒弟比他红吗？不会吧？我觉得天底下没有人比他红可是岳云鹏不是蛮红的吗？那是我们德云社前2年最红的相声演员。我说了郭老师是天下最红的就好了，你切那句干嘛？哎呀，把那段剪掉好不好？我觉得天底下没有人比他红这是一个剪辑点儿，用不上了。我们整集在触他眉头，你还不赶快讲一句好话？所以爸爸讲这种话的时候，你要赶快说，别说这些你青春正茂啊什么，讲这种话吗？我就说好累的，我不想管。你真的不想管吗？就确实不想管。你管了就可以管他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，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，我就能天天在家给他剃鼻毛了。所以你这样讲的时候，爸爸会露出失望的表情吗？就是还会再接再厉，过一段时间还会再问。他觉得迟早有一天你会就范。等老二大了的时候就不问他了，宝贝儿，你得努力呀，不能跟你哥学呀。怎么办？他也喜欢这个笑话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在德云社待这么长时间？为什么呀？那你吃瓜吃的时间长一点就放长线钓大瓜呀！我都好邪恶的一个访谈呢。对，当时我就说，这 S 姐是我的人，因为他家有我家的令牌。你上他家搜，他是我的人。对他们2兄弟争执不下的时候，你就会姑姑就会出现说。令牌在此，谁敢造次？然后王慧就说：“请问你哪位啊？”我就说：“连我你都不认识。”什么狗血的剧情，真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请你按一个灯，因为我们要把金堂木送给今天来的粉丝们。好。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咸鱼擦亮时刻，请郭麒麟跟你的物品们告别吧，让他们在别的地方焕发价值。你要在这边下跪，然后跟他们说对不起，买了你们都没用。就是这个女人，把你从我的身边带走。你只要到边上写一段话就好了。还得写字儿。
你们男生也会后面加个 O 字哦。是的哦。所以，秦兄，我们要跟他们告别了。你来这儿吧。也别太难受，兄弟，也别太难受，真的。哎，展现一下你演员的演技，就是你要是能够眼眶泛泪。行，有点过了，差不多得了，可以了。本期节目中所有艺人物品都可在闲鱼 APP 找到，相关收入将在公示后捐赠给光明优酷乡村艺术教室公益项目，为选定的贫困乡村地区捐建乡村艺术教室。好的，这些呢我们会拿去闲鱼，然后让大家，要不然就会出价购买，要不然就会用自己的故事来换取，是，然后这样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的故事。所以上闲鱼 APP 或者手机淘宝搜索花花万物，参与同款物品公益活动，就有机会成为物品的新主人，而且能够解码更多的幕后花絮。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，谢谢，很高兴听到你们的故事，祝爸爸长命百岁啊！好，谢谢，要保留好这个啊，我想要千秋万岁才行。好，谢谢各位粉丝参加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下次见，谢谢。